是一种力量在侯佩岑的身上具象化了。小 S 曾说过，这个侯佩岑啊真的很假，他假到会和只有一面之缘的普通人去热情打招呼。哎呀，真的好棒，我真的好爱你。然后我就说这是我公婆，他说哇，你们真的娶到好媳妇哎，你们真的好幸运。谢谢说很棒，你老公真的很棒。最后小 S 呢也只能无奈补上一句，你就是没有办法讨厌他，他就算假也能假的让你如沐春风。很多人以为呢他只是一个假面甜心，但我觉得啊，这侯佩岑的假呀不是虚伪，而是一种被残酷童年逼出来的顶级防御机制。侯佩岑呢是私生女啊，她的母亲林月云是一位闽南语演员，但她一辈子没有结婚，却撬了自己2个闺蜜的老公。这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侯佩岑的亲弟啊侯世宏，当时呢这个侯世宏啊已经有家室了，这个林月云呢怀着侯佩岑啊等了他好几年也没等到一个名分。第二个呢是在这个侯佩岑5岁的时候，林月云呢搭上了这个新金主赞泰集团的董事长邱家雄，而这位先生啊不仅是台湾的顶级富豪，更是林月云另一个牌友闺蜜蔡桂照的丈夫。这操作简直就是防火防盗防闺蜜的现实版。而侯佩岑呢，她就夹在母亲这种不光彩的身份里啊，尴尬的长大。她虽然说被邱家雄视如己出，享受着富家千金的待遇，开豪车住豪宅读名校，但是她呢也必须得看尽所有人的脸色。她的母亲林月云呢对她的教育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严苛地步。据这个侯佩岑自己回忆啊，她从小就要被要求必须对每一个人要微笑说谢谢，接电话呢必须用固定的开场白，你好，我是侯佩岑。晚上10点之前呢必须得回家，甚至在家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大一点都会被母亲泼一杯牛奶。这份近乎是变态的高压教育啊，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她必须得完美。因为她私生女的身份是原罪，她没有资格任性，没有资格去犯错，她必须比所有的正牌千金都要更乖巧、更懂事、更讨人喜欢，才能在那个畸形的家庭里活下去。这份讨好呢成了她的本能。于是啊，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堪称是完美的侯主播，她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毕业，手握传播学和心理学的双学位。注意这个心理学啊，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专业。她一回中国台湾呢，就成了新闻主播。在那个主播都一脸严肃的年代，她凭着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如沐春风的播报方式迅速出圈，成了台湾收视率的保证，被誉为是台湾第一甜心主播。她主持各种大型晚会啊，5次金曲奖，3次金钟奖，2次金马奖，台风稳健，从不出错。她采访任何人都能让对方是如沐春风。潘玮柏在节目上一见到她那就害羞到语无伦次，直言说啊想跟这个侯佩岑的演夫妻，带她去同学会肯定会羡慕死所有人。她甚至能够搞定那些最难搞的男神，金城武啊、张震在她面前啊都会卸下心防侃侃而谈。这份高情商让她呢在那个人情遍地的娱乐圈所向披靡。而呢就是这么一个把完美当成呼吸的人呢，她的人生中啊却出现了唯一一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叛逆，爱上了周杰伦。2004年，周杰伦啊这个当时全亚洲最火最拽的天王呢，一个月里啊连续4次跑到了侯佩岑的访谈节目，其中3次呢还是他主动要求的。在节目里啊，那个平时惜字如金的周董啊，在侯佩岑面前呢却像个中二少年，拼命的那是孔雀开屏耍帅变魔术啊，话多到根本就停不下来啊。其实很多人是愿意要拿钱要买周杰伦的音乐。对，手势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你有一些手势，我觉得这绕舌其实应该要多学习。周董，不好意思，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哇，但是这几年工作下来，其实你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对不对？对，我是蛮少有自己的时间哈，但是吃饭的时间一定要有。2005年，俩人在日本的代官山勾脖子的照片呢被曝光，周侯恋轰动全亚洲。这是侯佩岑一生中啊唯一一次叛逆。他第一次呢为了一个男人对抗了那个他讨好了20多年的世界，但这段叛逆啊也让他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才子和家人的童话呢并没有持续太久啊，一个是活在闪光灯下，连看电影呢都要被围追堵截的天王，一个是背负着私生女的原罪，极度渴望安稳和认可的甜心主播。这份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不安全感呢，最终啊还是压垮了这段感情。分手之后呢，侯佩岑没有说过周杰伦一句坏话，甚至在多年之后呢，有人拿周杰伦的脊柱炎开玩笑啊，说是身体缺陷的时候，侯佩岑呢会立刻收起笑容，严肃的纠正，那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这份体面是他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他和他那个抽象的妈妈林月月啊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他妈妈用一辈子去抢别人的男人，而他呢用一辈子去守护别人的体面。在经历了这场世纪虐恋之后呢，侯佩岑啊似乎呢也想通了啊，他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啊去狙击一个更顶级的豪门。2010年啊，他嫁给了一个普通的金融高管黄渤俊，据说啊这男方身家还不如他自己，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但是这或许啊才是侯佩岑最清醒的选择。他在节目里说啊，我不是好好的吗？这句话呢是他对小 S 反击，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词叫做防御性悲观，意思就是啊一些人呢会刻意的啊去降低自己的期待值，并且呢在脑海里反复去预演最坏的结果。这不是因为他们悲观，而是因为他们呢害怕失控。这不就是侯佩岑吗？他那个完美的高情商就是他呢用来预演和控制所有社交场合的防御机制。他必须确保每一
个环节都不出错，每个人都被照顾到，因为他太害怕那个因为出错而不被爱的童年噩梦再次上演。他嫁了一个普通的男人，也是一种防御性悲观，因为他再也承受不起像周侯恋那样万众瞩目又轰然倒塌的失控了。他宁愿选择一个安全的、可控的平凡幸福。所以你看侯佩岑的故事呢，是一部最令人心疼的灭绝人生。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那个最完美的侯主播，他温柔体贴善良，几乎是挑不出任何的破绽。他也确实呢，活成了这个功利的世界里最讨人喜欢的样子。或许呢，在他那个永不犯错的完美面具之下呢，藏着的才是一个渴望被爱、渴望叛逆，却最终呢选择和这个世界和解的最真实的灵魂。